我方焕投资可是千亿级别的大公司，这里面哪一个不是万里挑一的金融精英？这人什么情况？苏浩，25岁，毕业于沪城普通二本工商管理专业，工作经验跟证书都没有。就这种垃圾简历，就算是塞到碎纸机，那都是对碎纸机的侮辱。王经理，这份简历是从董事长办公室传来的。这怎么可能？1年前有个老总走后，便把自己的海归外甥安排到公司实习，结果董事长当场就给他开除了。自此，走后门变成了公司的红线。难道他和董事长有什么亲戚关系？还是说他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肉盾顶上去！奶妈注意给奶！冲！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怎么，游戏玩的天昏地暗的，连家都不回了你？我和你爹辛辛苦苦打工赚钱，你倒好，天天泡在网吧里打游戏啊你！人家隔壁老王家的孩子和你一样大呀，人家上个月刚升了职，都要买房结婚了，你呢？你就这样打算一辈子浑浑噩噩的过下去吗？阿浩呀，妈妈也想让你开开心心的玩一辈子，可是爸爸妈妈以后老了，没人照顾你了，该怎么办呀？你不为我俩，总得为你自己着想啊。我知道了，最后一次，我们再信你最后一次，让我们看到你的改变，别再让我们失望了。走吧。啃老、逃避、自我麻痹，这就是我逃进游戏的避风港，一躲就是好几年。浩哥，你开出史诗级武器了！阿浩威武，1/1000的几率都能开出来，你是欧皇本皇啊！阿浩的欧皇体质太牛逼了，1星期开出来的史诗比我1年都多。从1个月前，我发现我有了神秘能力，在开箱子、爆装备的某个瞬间，会短暂的捕捉到一种时机感，只要按下鼠标，往往就会有奇迹发生。兄弟们，不好意思，我要退坑了。兄弟们，不好意思，我要退坑了。阿浩，你玩的好好的，怎么突然要退游啊？别走啊，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儿，你走了就没有活力了呀。我也老大不小了，我也得为了生活，为了我自己的未来啊。能理解，你还年轻，有奋斗的时间。可惜了你的欧皇体质，以后开装备没了你可怎么办啊？会长，阿浩啊，你先别急着退啊。会长，我也得找一个能养活我自己的工作啊！我一上班肯定就没时间打游戏了呀。我记得你是沪城工业大学毕业的吧？工商管理专业是吧？是啊，怎么了？这样吧，你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一份，就别去找什么乱七八糟的工作了，直接来我们公司上班吧，也省得你退游了。我去，我一直以为会长是家里有矿的富二代，他竟然有自己的公司。会长，真的假的？跟我开玩笑的吧？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你小子在工会里是靠谱的，还讲义气啊！给咱们工会报了那么多史诗级的装备，就当我还你这个人情吧。万一会长的公司不正规，给我送到缅北搞我腰子怎么办？不管了，管他什么公司，有个工作都已经很不错了。我靠！方焕投资，国内顶级私募投资基金，资管管理规模超1000亿。真是这里啊！这里就是无数金融大佬挤破头都想进的方焕投资。
这才7点钟啊！这帮搞竞争的都这么卷啊，分分钟几十万上下的，果然都是时间管理大师。哎，黄大哥，啊不，董事长，哎，咱们老规矩了，亚了呀，还是叫大哥。哎，你是不是到公司了？我到了，不过我什么都不会做，不会拖你们后腿吧？我已经打点过了，就做交易助理员，打杂摸摸鱼，你肯定能行。哦，对了，别人问你怎么进来的，你就说不知道啊。还有啊，晚上老时间见上大副本，别忘了。哦，好。那些打怪的会长居然是金融大佬，还把我空调到公司了，这也太狗血了吧！金融方面的工作或者其他方面的，你之前有做过吗？没有，这是我第一份工作。那模拟交易，再或者说你之前有过任何投资经验吗？也没有，但是我会努力学的。彻头彻尾的职场小白、金融小白、投资小白啊！这到底是董事长从哪里拉来的太子爷？李慧莲，这位是新来的董事苏浩，从今天起就是咱们部门的交易助理，就由你负责带带他。好的，经理。大部分的助理啊，在这里干不到3个月都会离职，这里的工作压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扛。哎，苏浩，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大学啊。能够进咱们公司的，那都是万中无一的人才。像你这么年轻，一定是名校毕业吧？是清北还是本校？我是护城工业学院的。啊，那不是2本吗？这种级别的毕业生是怎么混进方焕集团的？简直就是狼群里混了个哈士奇呀！走吧。哎，好，就按照这个方案执行。好了，大家各就各位，准备战斗。这不就和大兴副本开荒前团长给队员们布置战术、分配任务的情景一样吗？走吧。今天啊，我来教你一下模拟交易的操作流程吧。咱们公司啊，一开始不会给我们真金白银练手的。如果啊，你模拟交易操作的好，就能成为正式的交易员。证券行业业绩大于一切，而且证券行业的头部方焕投资，更是每天动辄1000亿资金流动的金融战场。看。如果这只股票是游戏里的一个宝箱，那这个宝箱里面一定藏着惊天动地的宝贝。苏浩，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乱买呢？完蛋，上班第1天还没开始干活呢，就让我搞砸了。这个是 ST 股，它是毫无价值、已经跌停的垃圾股。不是，那怎么办？那我不买了，让他退给我。不过好在这是模拟账户，不是什么真金白银。如果你敢在实盘的时候这么瞎搞，那经理直接把你从窗外扔出去。你可别忘了，咱们这个模拟交易也是要计入考核的。你这把资金砸在这种垃圾股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你跟我道什么歉呀？一会儿等经理来了，我帮你说说，应该没问题的啊。难道真是我的感觉出错了？或许我压根就没什么特殊能力吧。所以你是说，今天的那个新人失手把虚拟账户的资金满仓买入了一只 ST 股票，而且还是在跌停的时候买的？他可能是在我讲解的时候不小心点错了，而且那只股票今天一直在跌停，这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新人考核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新人考核方面你不用担心，去吧。好的，经理。
满仓跌停，买入 ST 股票。如果花的是真金白银，那这小子今天就得滚蛋。进。经理，今天有几只股票涨幅异常显著，这个是整理好的资料。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ST 中润上午因消息停盘，下午开盘就一字涨停了。那只跌停的垃圾股竟然要一飞冲天了！他明白是什么原因了吗？国内黄金行业巨头的招金集团宣布收让 ST 中润20%股份，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地方人民政府。你先出去吧。如果不是有内部消息，怎么可能会有人满仓购入这只股票？从数千只股票中精准的选出这一只，还是满仓梭哈。原来如此，难不成这小子是个背景深厚、消息通天的大人？觉得交易助理这个职位辱没了他，所以他故意购入这只垃圾股，然后用满仓梭哈跌停价报复性的表示他的不满。真是个让人摸不透的资深专家。我说阿浩，你怎么还不来呀？哎，来了。你陪我呀，这不是那个网瘾少年吗？怎么2年过去了，还是这副穷酸样啊？咱们俩都分手了，你还来找我干嘛？你闲的呀你？算什么？还是好好羞辱一下你这个废物！穷的只吃得起泡面了呀！这都2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个臭屌丝呀？一身完全不合身的垃圾鞋，怎么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和家人交代，就借了身西装来撑场面了？这哥们儿，你哪来的傻子呀？啊！把你的臭嘴给我闭上！我们家穆辉啊，那可是护城国企的正式员工，跟你这种没有工作的废物，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国企？国企很牛逼吗？而且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工作？我今天穿这个西装是因为我第一天入职。第一天入职，别让人笑掉大牙了。莹莹都和我说了，你一个阜成的普通2，还是市场管理专业，像你这样的废物，毕业就失业。不仅如此，他还是混吃等死的啃老族。我要是他，早就去死了。别挂机啊，小心啊，扣你小子的工资。哎呦，还会找托呢。不过莹莹说的对，哪怕你有工作，和我国企的工作比起来，那就是天壤之别。我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了，我老大还等我开箱子呢。拿，你自己看。不就是个垃圾小公司吗？你这种废物能有什么好工作？亲爱的，快大声的说出来，到底是什么垃圾公司？来，说。梦幻投资？这怎么可能？这可是全护城乃至大夏最顶尖的金融公司。你这种2流学校毕业的屌丝，怎么可能会成为全球最顶尖金融公司的员工呢？老板，我呢，奉劝你一句，冷莹莹当年上岸第一件事，那就是先斩毕业人，所以你最好祈祷自己有点作用和价值，否则你哪天被绿透了你都不知道。这块，你给我等着！卡着点来的呀，阿浩，你这差一点就迟到了。还好，我可没忘咱们行业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对了，昨天忙的我都忘记看模拟盘了，你看了吗？我昨天回家有点急事儿，我还没来得及看呢。那我来指导你，咱们争取把亏损都给补回来。我记得昨天你买的是 ST 中润吧？我来看看昨天的收盘价是多少。慧玲姐，你怎么了？这怎么可能 ？ST 中润居然涨停了！
而且涨幅是5%。5%很多吗？阿浩，你知道咱们公司交易员单日目标交易率是多少吗？多少？0.1%到1%。咱们整个团队月目标是3%到10%，而且这已经是整个金融界最顶尖的团队了。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几乎完成了所有交易员1个月的指标，这简直就是奇迹呀！难道说我的特殊能力对股票也有效果？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要上涨？这怎么不可能啊？也是，一个才入职2天，连股票操作都不会的新人，怎么可能提前知道内幕消息呢？苏浩，跟我过来一下，有事找你单独谈谈。苏浩，这2天工作感觉怎么样？都挺好的，领导，有什么您就吩咐，我什么都愿意学，什么都愿意干。在我们这个部门，目前只有我自己知道，你是董事长亲自吩咐，直接空降到我们这儿的。本来呢，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但是事已至此，我还是想多问你一句：你和董事长是亲戚？不是。不是？那董事长为什么会亲自打招呼，把你这个毫无经验和履历的人安排进我们方块公司？哦，对了，别人问你怎么进来的，你就说不知道啊。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在游戏里给董事长爆装备才得到这份工作，那我不就彻底完蛋了？抱歉啊，领导，这个我不能说。不能说？哼，果然和我想的差不多。既然不能说，那我就不再追问了。但是你虚拟盘里买入的 ST 中润又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就是我碰巧运气好而已。运气好？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1天就完成了我们交易部一个团队的指标？恕我直言，你是不是掌握着我们这个层面接触不到的风声？风声？我连这个行业的一个标点符号都听不懂，就是有风声，我也把握不住啊！总不能说我有预知游戏的功能吧？那不神经病吗？哈哈哈哈！这件事算我多嘴，不该这么鲁莽的打探你啊！待会儿我会去趟交易部讲话，你呢就继续你的虚拟交易。好。今天咱们的任务啊，是在收盘前全程进行模拟盘交易。我猜啊，是因为昨天那只 ST 股的事情，经理啊想给你个机会。慧莲姐，你别这么说，我昨天那就是纯狗屎运，真的是运气啊。那好吧。哦，对了，一会儿周经理来啊，要盘点主流热点，你可得好好听着，对你的模拟啊是有帮助的。来了。大家先停下啊！目前整个市场所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新能源板块，特别是整个产业链的风险都在急剧的扩大。大家都说说有什么看法？近期几起电动车焚烧事件后，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重新审查安全标准，电池核心材料锰价已经跌破了45%，产能过剩也很严重，远超市场所需。供需不平衡的话，市场可能要进入过剩周期了。但话说回来，新能源汽车还在发展，一切都不好说。我知道啊，大家上个月业绩没达标，心里面很着急。但是啊，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上头，不然只会亏得更多，明白吗？明白。工作。这一次千万不能出现失误，如果再搞砸了，我又要当一段时间的交易助理了。看来那只 ST 股真的是运气，等会儿我还是去帮帮他吧。
刚才大家说了，现在的主流热点是新能源板块。不过这些股票现在都在降，那我肯定不能买。王东伟，这感觉难道是？可是这只新能源电池股这也太绿了吧！而且刚才大家也说过，这电池股的风险最高了。王东伟，我怕个毛啊！反正这是模拟盘交易，大不了被开除呗。我就再信一次我的超能力。1%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了，尤其是这2天的行情，真的是凶险至极啊！经理，您今天做的真稳健，太漂亮了。其他人呢？哎呀，别提了，简直是哀鸿遍野。不光是咱们组，别的组呀更是损失惨重，我们被市场杀得七零八落的。照这鬼样子，这个月怕是没哪个部门能完成月度计划了。算了，只要是不亏或者是少亏，就是胜利。是经理。行啊，老周。哎，你这队站的是不是太可以了？你什么意思啊？那位董事长塞进来的太子爷呀，我听说他可是舒舒服服做了一整天，闲得很呢。你想多了，理解，毕竟是董事长塞进来的太子爷，换谁都得小心伺候着。我之所以让他安安稳稳地坐着，就是要试探他，让我看看这个苏浩到底有几斤几两。让我看看你今天买了几只股。格林美，这个环境下波动剧烈，风险极高，就连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手都避之不及。什么？又是全仓买入？这小子难道是用这种方式向我示威吗？还是说他压根儿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看来是我想多了，他就是个靠关系进来的关系户。苏浩，你今天的交易怎么样？就那样吧。让我看看。苏浩，你在搞什么名堂？你上次全仓买入，跟我说是手滑点错了，情有可原。你这次居然直接给我来个梭哈，而且这个梭哈居然还是格林美！我的天哪，苏浩，你为什么要买这个风险超高的股票啊？我总不能说是靠玄之又玄的直觉买入。若琳姐，先别说我了，你今天收益怎么样？这本小姐出马呢，那自然是手到擒来。今天啊，我最终的收益可是高达2%。望眼整个交易一部啊，除了我就没有别人。慧琳姐，我就知道你是最忙的，我觉得你这次考核一定能过。回头你教教我呗。认真。你们两个很闲吗？还有心情在这儿嬉皮笑脸、嘻嘻哈哈？对不起啊，梁哥。快去准备资料。啊。哎，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这咱们今天这个盘啊，确实跌得太厉害了。不只是这个梁海源，咱们部门啊，90%的人都在管。今天虽然整体市场表现不佳，我们部门呢也出现了亏损，但是啊都能弥补。这样，今天大家都提前下班吧。Yes， 感谢经理。今天会长还跟我说让我早点上游戏。经理，您看见那条消息了吗？简直是共同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啊！看见了，印尼政府深夜发出公告，将削减该国镍矿石供应量的30%。减少5%，大家还都能理解，但是他们减少30%，他们知不知道这对于市场的冲击有多大？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镍矿石出口国，如果这样搞的话，全球的镍矿石供应量将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些仓库里大量存储镍矿石的公司将会一夜之间大发横财。
那些大量囤积镍矿石的公司名单整理出来了吗？还没有那么快经理。不过刚刚听小道消息说，咱们国家已知镍盘储备量最大的公司好像只有一家。只有一家？难道是格力美？是的，经理，你也听说了吗？就是格力美。他们都说今天格力美的股票恐怕要直接起飞了。昨天那小子，那个太子爷把所有的虚拟操作资金用最愚蠢的方式一把梭哈了格力美。悉尼政府这计毫无征兆，堪称是发神经行为。恐怕全球都没有几家分析机构能够提前预料到。他早就知道了，难怪昨天通知他提前下班的时候，他笑得那么开心。原来不是因为提前下班而开心的笑，而是胜利者的嘲笑。什么情况？大家这状态这么紧张？苏浩，你来了。慧玲姐，我是不是又迟到了？对不起啊。没有，就是昨天出了件大事儿。大事儿？怪不得今天整个公司都跟如临大敌似的。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吧？印尼政府毫无征兆地宣布要把国内的镍产量直接削减为30%。印尼削减镍产量，这事儿很大吗？最恐怖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预测到底哪一只股票它能涨多少，哪只股票它会跌多少。我们组昨天应该没有人碰电池股吧？幸亏经理他直觉敏锐，昨天让我们适可而止，及时撤了出来，否则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以电池为生的公司它要破产的。还真是。我靠！我昨天在模拟投资里面投的不就是电池相关的概念股吗？尹飞杰、苏浩还杵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把资料准备好发给我！哎呀，这样搞的！整了，开始整了！我靠，涨疯了！这是要涨到天上了！这价格到底要冲到哪里去？停！快停下！经理，电池相关的股票几乎全线清空，而且涨势很猛。所有头部公司全部被死死套住，全都要亏麻了。这……快！格力美涨幅10%，这简直是做梦！不，是奇迹！他那个新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手眼通天？看经理的样子应该也是气得不轻。像这种压抑到死的日子，在咱们这个行业里，那也是司空见惯了。慧玲姐，刚才周经理一直在看我是不是哪里惹到他了？什么？那你还记得我教你的保命要诀吗？当然记得。这第一，绝对不嬉皮笑脸；第二，肩膀下垂，绝不挺胸抬头；第三，把头埋低，装孙子，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眼神接触。不错，如此可教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好想晋升为正式的交易员。哎，我的模拟盘，我看看。完蛋了！我昨天忘记看模拟盘了，我模拟盘里的钱全部都跟着电池一起跳水了，还倒亏了。我靠！苏浩，你也赔了呀？没关系的，不过是个模拟盘而已啊。我看看你亏了多少。慧玲姐，我觉得你还是别看了吧。这有什么不能看的呀？没关系，我不会笑话你的。不是。涨停了！你买的格力美涨停了，而且涨幅是10%。我都说了，别看了嘛。苏浩，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传说中100年难遇的投资天才？我？怎么可能啊！这么多钱，我却在一个投资天才的面前
卖弄我低级浅薄、狗屁不通的入门级知识，我丢死人了！从今天起，你罩着我，我李慧玲啊，以后就跟着你混了。李总，可以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周一啊，交易时间还没结束，你这个时间点跑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吗？李总，您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的行情，除了坐着干瞪眼还能干什么？说吧，到底什么事这么着急？我想把我们部门的一个新人提拔为正式交易员。你们部门有哪个新人具备了足够的资历？我怎么不知道？是一个刚入职几天的年轻人。刚入职几天？你说的难道是那个上面硬生生塞进来的太子爷？我提拔他并非是想留取白马。难不成那个太子爷真的是一个被埋没的百年难遇的投资奇才？没错，他不只是投资奇才，更有可能和世界各顶尖势力有关系，能拿到很多一线内幕。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经理。你们也都知道，前段时间公司出了点状况，几位高级交易员走了，导致现在交易员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苏浩、李慧玲，从今天起，你们两个就晋升为正式交易员。不是，我们成正式的交易员了。Yes， 经理，你刚刚说什么？直接让他们两个晋升？是，经理，李慧玲虽然还有点资历，但也提拔的太快了吧？这苏浩更是个菜鸟，他才来多久啊？纵观整个世界金融界，也没有晋升如此之快的人吧？在这几天的虚拟投资里，苏浩的收益率是我们整个团队最高的，你还有意见吗？狗水，肯定是狗水。再说了，实战和模拟是两码事，到时候实战的时候，他肯定吓个尿。你知不知道，由于镍矿的事故，导致多少普通公司和金融公司彻底消失？虽然我们也损失惨重，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大的上限。我们这个圈子是靠利益说话的。苏浩、李慧玲，这两个新布置的工位就是你们的。从今天起，你们账户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收到。小周，带他们两个熟悉一下工位。好的，来两位。目前我们为您准备了6台机器了，中间的2台你们可以进行交易操作，还有左边是新闻推送，右边可以监控市场和涨幅情况。这东西是真不少啊，可是我一点都不会用啊。最后我们还设置了防误操作提示音，如果下单量异常巨大的话，系统还会发出警报声。别太紧张，苏浩，我们一定能行的，就像当时模拟盘那样。加油！我倒没什么问题，倒是你，腿抖什么呀？去！笑什么笑？现在公司都什么状况了，你们两个还笑得出来？脑子呢？经理说提拔你们就应该推辞。真以为自己3脚猫的功夫就配得上交易员的身份了？我告诉你们，要是因为你们拖了后腿，影响了整个团队的效绩，我饶不了你们，整个团队也会让你们滚蛋。说你过分了啊！你说什么？你一个小小的刚晋升的交易员，居然敢顶撞我！经理刚才说过，在我们公司是以利益为主。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也会用业绩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团队的累。哈哈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证明。你敢打赌啊？打赌？你要跟我打赌？你一个小小的刚晋升的交易员，居然要跟我打赌？我可是这个公司资历最深的交易员，自不量力。我可是这个公司资历最老的交易员。我们就赌下个月的业绩，谁要是比对方低，那我们就当着大家伙的面下跪道歉。好，我倒要看看你个刚入职的菜鸟要怎么赢我，别到时候输得连裤衩子都不剩，
哭爹喊娘。苏浩，你这是何必呢？慧玲姐，他说我倒不在意，可是你每天那么努力，从来没偷过懒，我不允许他就这么践踏你的尊严和你的努力。你小子说什么呢？反正装逼的话都说出去了，那就只能用实打实的收益率来回应质疑了。反正我可是拥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超能力呀！让我看看我的初始交易资金有多少。1、2、3、4， 100万！这家伙就只是傻傻的看着屏幕，他到底是用何种神鬼莫测的技法，才能在这模拟盘上创造出惊世骇俗的收益？哼，就让我看看你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投资秘诀。我去，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个也看不懂啊？奇怪，上一次只要我开始浏览这些股票，那种电流的感觉几乎是立刻涌现，今天怎么跟试用了一样？苏浩，你今天还顺利吗？慧玲姐，你这是怎么了？别提了，这上午几个小时啊，我已经亏了2%，直接被强制停止交易。2%？这也不是很多啊。这2%对我们公司来说已经是个天大的数字了。我平时在这里啊，跟你纸上谈兵说的那是头头是道，可一到实战就亏得一塌糊涂。没事儿，慧玲姐，谁也不能保证第一天就顺顺利利的。再说了，咱们今天失败，明天必须给他找补回来。哎，对了，你的收益怎么样了？苏浩，你不会从开盘到现在一笔交易都没有吧？你果然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情况？你肯定早就看出来，今天整体是下跌的行情了吧？我听业内的老前辈说过，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真正厉害的人什么都不做，不动如山，那不亏啊，就是赚。看来我和你之间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不行，我得好好努力才行。那种感觉又来了。小白肉，唰！慧玲姐说过，只有分散投资，才能避免投资失败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分散投资，那我先分散成3份，应该够了吧？哇，今天这行情啊，简直就是条疯狗！收盘了，这次放假呀，我得出去松口气。要是天天这样，我心脏病都要出来了。完蛋，我的账户，我的钱啊！我好几天的努力都白费了。想知道我们经理怎么想的，居然把2个废物菜鸟转正。要是他们今天搞砸了，我一定饶不了他们。哟，杨法员，今天火气那么大，还不是因为我们团队的菜鸟啊，居然敢当众顶撞我，真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垃圾！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们团队那个苏浩，听说跟咱那个董事长是亲戚关系。什么？这消息啊，原本只有经理级别的人才知道的，我是听人事部朋友偷偷说的。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那么离谱的人命了吧？那我昨天岂不是把皇亲国戚教训了一顿，还跟他打赌下跪？希望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记恨你吧。但是啊，人家毕竟是关系户啊，说不准呐。哎呀！哎，梁海源，这马上要开盘了，还不走啊？哎，苏浩，之前是我说话太冲，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昨天实在是对不起你，你也知道最近行情不太好，我也是被业绩压的情绪失控了。理解。嘿，我就知道你能理解。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特别好相处的人。哎呀，以后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嘿嘿，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嘿嘿嘿嘿。哎，对了，今天市场那个鬼样子，你一定损失不少吧？不过不用担心，有哥在呢，哥把你把亏的……我操！盈利8%！苏浩，这是你的账户吗？这是我账户，我也就是运气好，在收盘前拉升了一波，是算没亏吧？没亏钱，这他妈叫没亏钱，这简直是大赚特赚呢！他甚至没有做空，纯粹是靠买入股票，在这样的大跌的行情里，竟然盈利了8%。他不是说他是关系户，是皇亲国戚。怪物，这简直是怪物！今天整个方幻投资能达到8%的，竟然一个都没有，而且还是在所有股票都在下跌的时候。他能够精准地挑选出3只，而且还是全仓买入。周经理，今天你们部门还好吗？哼，明知故问，今天股市什么情况？你们风险管理部还不清楚吗？就连你那边刚升上来的李慧玲也被我们强行停了交易权限。哼，那没办法，市场就是这么残酷。说吧。你今天特意过来，还有什么事？你们组里不是有个新人吗？他今天的成绩着实有点恐怖，在这样的股市里，单靠买入就盈利了8%，但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他是胆大包天，还是连最基本的股市常识都不懂。他就是这个性格，不喜欢广撒网。而是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他自己认准的那几个点上。他不是不懂投资，恰恰相反，他比你我更清楚什么是分散投资和风险管理，但他更是深不可测的股票大佬。今天我给了你100万，明天分配给你的将是500万。苏浩，这么早啊？这人什么情况？前2天不还对我横眉竖眼，这怎么突然就这么热情了？我习惯了早到。哎，你看才转正没多久就养成了这么好的习惯，真是一个踏实勤奋的好小伙啊！那个浩哥，这是今天研究部刚出来的资料。啊，谢谢啊。这个助理的资历比我久多了，果然金融行业收益永远都是第1位。慧玲姐，你这脸色怎么了？别提了，我昨晚担心的一晚上都没睡好。我现在可是正式的交易员了，如果我的业绩要是一直这么负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我就要被解约走人了。慧玲姐，你这才第1天吧，你肯定可以的。哎，对了，苏浩，你通常一天交易多少次啊？我昨天光交易就交易了150次。150次，这么多？这150次其实这不算多。通常那些高级的交易员一天交易个几百次，那都是家常便饭的。不愧是高级交易员，看来我需要学的还有很多呢。慧玲姐，要不咱们一起研究一下？苏浩，你是在担心我吗？害怕我的交易上不去，所以想要帮我？苏浩，你也太好了吧，谢谢你。之前黄金板块不是大幅回调了吗？现在
地缘政治风险和避险那都是需求激增。我估计啊，这个黄金板块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慧玲姐，你说我要是买这个黄金期货的话，你之前说的是做空，还有对冲。苏浩，慧玲姐，我打算买黄金股票。这可是黄金期货，这黄金期货比股票的风险还高的。这股票它一天最多跌10%，但是这期货说不定能够亏空你所有的资金的。我就买一点点，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就及时清仓出来。这种强烈的感觉还是第一次出现，我必须进场。那我也跟着买点，加油！这初始资金是500万。苏浩，哎，周经理，这电脑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这初始交易资金怎么从100万变500万了？这个数字没错，从今天起，你每天的操作金额提升到500万。啊？不是这100万变500万，变化也太大了吧？慧玲姐之前说过，为了管理丰厚，必须要分散投资，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锁海，必须全部锁海，买肉500万全部都买。今天这个工作很轻松啊。不是吧，大哥，又要让我买？我这子弹都快打光了。对，这是要让我卖出。卖出，全部都卖出！完蛋了，出大事了！这怎么回事？刚才还冲破高点的黄金期货，怎么突然浮动指向基金了？我的钱崩盘了，别买！大家千万别入黄金期货！好险！幸亏我及时撤了，要不然就出大事了。还好我在崩盘之前彻底清仓了。不是吧，大哥，又来！这下总该结束了吧？不是吧？怎么我买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我买！救救我吧！得，今天又是一片鬼哭狼嚎了。姓张的，你怎么把我的交易给停了？梁海源，你账上已经亏了4%了，按规矩必须停。放屁！我干软件这么多年，就不能给我们这些老子里涨到5%吗？给个面子行不行啊？今天盘面很不好，别上头了。老张，救救兄弟！今天要是再没有收益，这个月我就要卷铺盖走人了。都够了，规矩就是规矩，你们都回去吧，对大家都好。哼，这帮家伙跟输光了赌本还押借钱翻本的赌徒真没什么两样。要是我这个风险主管不力，导致亏损扩张，那滚的人就是我了。这什么玩意儿？怎么会有人动动整整500万，完全无视任何风险，将所有钱像泼水一样全部砸进了一个期货？而且这个人以秒为单位疯狂买入买出，这到底是哪里来的疯子？这收益率是怎么回事？这美联储的议息马上就要开始了，这预案呢必须做好。苏浩这小子这一段会怎么样呢？这小子什么也不懂，一定亏了不少钱吧？这什么玩意儿？700万！这帮混蛋是不是知道是我把他放进来的？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苏浩这小子什么都不懂，这一定是亏了不少钱的。哎，
可能啊！这当天的收益率是40%啊！这是系统出错了，还是这小子的运气太好了？不对，这40%的收益啊，是由无数个买进卖出高抛低吸，生生的给堆积出来的。这小子在收盘前就收手了，而之后的1分钟，这期货的价格一直萎靡。这小子他是知道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啊！他这是开挂了吗？这小子究竟是什么路数？30秒前刚清仓，这不到1分钟又全仓杀回来了。这他娘的是按照秒表在交易吗？可苏浩这小子又该怎么解释呢？他竟然能在一片韭菜地里精准的找到那唯一的一棵摇钱树，竟然突破了8%、15%、25%！我靠！这小子是他娘的印钞机转世吧？难道他就不怕手一滑判断错误？这辛辛苦苦赚的钱可就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了。不对，这从开盘到现在过去了几个小时了，就没见到苏浩这小子亏过1分钱。见鬼了！什么40%？不是吧？这就收工了？下午还没收盘呢，难道他就不想冲击一下人类的底线50%吗？萎缩了，市场进入降幅了。原来如此，他竟然精准地嗅到了市场巅峰期即将结束的微妙信号，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获利了结，跑得比他娘的兔子还快。呵呵，这小子绝对是开了天眼，或者干脆就是股神下凡。苏浩，你猜我今天赚了多少？慧玲姐，这现在几点了？不会快到下班时间了吧？不是吧，苏浩，你该不会从中午一直睡到现在吧？公然在工位上睡觉摸鱼啊！现在都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跟你说啊，我今天从开盘一直盯到收盘，辛辛苦苦忙了一天，挣了足足3%。我这不完蛋了吗？这让周经理看见，这不但要扣我工资，会不会杀鸡儆猴，直接把我给开除啊？放心吧，做咱们这一行呢，最终看的是收益率。只要你能给公司挣到钱，别说是上班睡觉，就算你天天在公司躺着当大爷，那董事长也会把你供起来的。不过呢，如果你只睡觉不赚钱的话，那你可就惨了。我来看看你今天的战果。苏浩，你这个是不是出现 bug 了呀？40%，这怎么可能？你肯定系统出问题了吧？应该是没问题。苏大佬，苏浩哥，你呢就坐在这，千万别动，我去给你拿个毯子，顺便给你泡杯热茶。哎，不，慧玲姐，你这怎么了？你这是你这……我也是真该死，居然打扰大佬您的清梦，还跟你说了一堆废话，我实在是太抱歉了。慧玲姐，你这真不至于吧？我不就上班眯了一会儿吗？你这太……你想吃什么口味的薯片？如果是饮料的话，你是想喝咖啡呢，还是想喝可乐？没关系，我全部都给大佬，您拿过来，等我。慧玲姐，哥几个，打听，这个月有谁业绩达标了？达标？你做梦呢！就这市场这鬼样子，跟自由落体似的。
能有这种收益就得烧高香了。我听说绝大多数部门都亏成狗了，青色的负数。我还听说之前那些躺着数钱的期权部大佬，这次都栽了大跟头。我的天哪，那这得亏多少钱呀？哎呀，估计是谁都没有料到这市场会变成这样的修罗炼狱场。你们现在还有心情担心别人？咱们部门才是重灾区，真没有哪个部门能完成任务。啥玩意儿？真有人在这种跌成狗屎的行情里还能赚钱？何止能赚钱呀，甚至还达标业绩了！真的假的？不，快看，我们组竟然是月度最佳团队！不对吧？我们几个资深的交易员还没达标，是谁把我们的业绩拉起来的？发工资了，个10百0万，我靠，100万！小慧，你不是在外面租房子了？今天怎么回家了？哥，我今天来呢是有正事的。听妈说你找到新工作了，工资还没发吧？喏，一会儿呢，我带你去买套像样的西服，就当是庆祝你找到新工作了。不用给我买，你自己在外面都租房子什么的，那花销也大。没事儿，哥，我昨天新发了工资，7000块钱了，我现在也算是个小富婆了。还有哥，你毕竟是个新人，工资肯定高不到哪里去，用不用我帮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理财产品？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当然有必要了，哥。而且呀，你现在找到正经工作，也该考虑考虑结婚的事儿了。像咱们这种普通的打工人呢，辛辛苦苦一辈子，能攒够100万，就算是谢天谢地了。所以哥，你现在一个月工资大概是多少钱？这个他主要是他这个不……哎，爸妈，呀，你就让我看看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不是那个……放心，就算你工资再低，我也不会嘲笑你的。我看吧。100万，哥，你这个月的工资竟然是100万，而且你竟然还是金融行业的顶点，方换投资的正式交易员。准确的说，也不是这个月，应该是这个星期。哥，你就是神，请我吃饭，我要吃大餐。走。我说小慧，我们就出来吃个饭，至于穿的这么正式吗？这可是全护城最出名的餐厅，我不打扮打扮，可配得上它。你干什么？这是我先预定的位置。不是冷人呀，怎么哪儿都有你？苏浩，这可是全护城最有名、最奢华的餐厅，像你这种垃圾屌丝也配跟我在同一个餐厅吃饭？服务员，这两个小子根本就没有钱在这消费，把他俩给我轰出去！不好意思，先生，本餐厅是整个护城消费最高、最顶级的餐厅，人均起步5位数起。我看您2位应该也承担不起我们餐厅的消费。如果您只点2杯白水的话，那么这个套窗的位置您就别想。你在说什么呢？你们餐厅就是这么以貌取人、嫌贫爱富的？看见没有，这张呢就是这个餐厅的 VIP 卡，只有消费满8万才可以办。你们两个蠢人，赶紧给我滚出去！服务员，给上2杯白开水，让这2个穷鬼懂事蹲在门口。钱我有的是。苏浩，别装了，你别以为混进方换投资，当一个随时都会被裁员的自习生就可以咸鱼翻身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方换投资那可是最内卷的行业，最看重的就是业绩。一个刚进公司不到1星期的见习生，还真以为自己有很多钱。我看你是当球馆当时光。
等你被公司辞职，我看你还怎么有脸站着营业？先生，您要是消费不起的话，也就快走吧。来，把上面的存款余额大声的给我念一遍。还在打肿脸充胖子。念，让我们大家都看看这个穷鬼啊，到底有几个钱？怎么了？是少的可怜，还是说念出来怕打这个穷鬼的脸呀？100块啊！100是100万。不好意思啊，他们两个好像没有听清楚，麻烦你再大声的朗读一遍。这位先生的存款是100万，100万。不可能，他就是个只会上网的屌丝，他怎么可能会有100万？一个不到公司1星期的健身生，凭什么能挣100万？不好意思啊，忘了告诉你，我现在不仅是方焕投资的正式员工，而且这100万只是我进方焕投资1周的工资。哇，这不可能！冷莹莹，你现在能不能收起你那张斥巨资办理的 VIP 卡，然后从我妹妹订的位置上给我滚下来？有钱又怎么样？告诉你，这个位置要定了。你耍无赖！怎么了？吵什么呢？我这是餐厅，不是擂台。岳叔，您来了。怎么了，莹莹？有人欺负你？岳叔，他们两个欺负我，还打我的座位。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先抢我的位置，而且是你先污蔑我们没钱吃饭的。我这里可是顾城最奢华的餐厅，哪怕你有钱，也不是在这里为所作为的理由。现在，给我滚出去！别躲，让谁滚？让谁滚出去啊？啊！谁呀？怎么跟我岳叔说话呢？信不信我岳叔让你滚出去啊？会长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会长，原来岳叔只是个上网的废物。我说你们这群穷鬼，只是会打游戏的烂。别说，你这个亲戚脾气好大呀！是不是你一句话我就可以滚了？我岳叔可是这家餐厅的经理，你这穷鬼怎么说话呢？是啊，这群不务正业的社会垃圾，配在这跟我们一起吃饭吗？还不撒泡尿照着？别说，要不然下个月不，明天你就不要过来。你的餐厅经理的位置我找人代替了。黄总，我错了，是他们两个抢了你朋友的位置，是他们两个辱骂了你的朋友。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黄总才是这个餐厅最大的股东。你们两个不长眼的，不仅污蔑黄总的朋友，还敢对黄总不屑一顾，马上给我滚出去！你们会长竟然是这家餐厅的大股东？不仅如此，会长大人还是我们方焕投资的董事长。好了，给我赶出去！哎，给你不走！快，走吧。咱们换个地方去。他就是方焕投资的董事长，那个分分钟千万甚至上亿的投资传奇。我哥到底是怎么认识他的？这一个星期你小子还习惯吗？还可以吧，大家人都不错，还都挺帮着我的。阿浩啊，你小子是不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投资方法？算是吧，但具体是什么不太好说。我总不能说全凭感觉冲高浪吧？果然如此啊！你小子是怎么搞出来的那种逆天收益的？你的投资方法具体是什么我就不多问了，因为你就算是说了，我估计也听不懂。不光是我呀，估计换谁来都看不懂。什么？堂堂方焕投资的董事长竟然看不懂我哥的投资方法？毕竟啊，你的短线交易的收益率啊，实在是太离谱了。哥，你不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投资的实战？你毕业2年来不一直都是一个文艺少年吗？其实你哥我远没有你看到的这么普通，这个呀就是人不可貌相。我这个人呐，一向看重能力，这么多年什么校友老乡，甚至是亲戚，只要我觉得能力不行，通通拒之门外。唯一一次破例啊，就是因为你这小子。
真的假的？主要是看你这小子啊，把咱们工会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对了，你的从业资格证书过了吗？考过了，还好不是特别难。那就好。我跟你说哈，咱们公司能做这么大，完全在于敢拼敢干。只要你有能力，我就敢给你资源，拼命的捧你。而现在，你有没有兴趣当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呢？团队负责人？我哥，他不是刚入职了1个星期吗？您是不是说错了？对呀，我就是个刚入职的新兵蛋子，是跟团队负责人这差了10万8千里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能力的人就得狠狠的捧。黄哥，您是说让我带一整个团队？要不然呢？你在游戏里不是也经常当副本指挥吗？带着团队开黄马的，差不多。这跟带团打游戏简直差了10万8千里。你哥，带团开黄那难度可比当个负责人难多了。依我看，你能带好几十个人打副本，还怕带不好一个交易团队？你们这些交易员啊，提成是20%，部门经理提成是30%，而你动用的资金规模也将水涨船高。那能涨到多少啊？5000万！5000万！当然了，这5000万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全给包圆了。当老大的，这手底下不得有几个兵吗？你自己去组建团队。可我刚入职没多久，我连个像样的资历也没有啊！哎，资历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在咱们公司收益说话，而你啊，已经用40%的收益率证明了自己。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能成为金融界的情话。好，我愿意试试。来，为了庆祝你的高升，咱们走一个符号敬礼，干杯！恭喜苏经理！想不到您入职不到10天就升任经理，简直就是金融界的奇迹呀！凭借一己之力将咱们带到月度优秀团队，肯定不能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待。苏经理，这是您新的工作卡。从今天起，这就是我的新身份，我的战场。我就先不打扰您了，经理，有问题您随时叫我。开盘前我得先召集大家开个会，定一下今天的基本策略，还有跟我的团队成员见面呢。经理，我能进来吗？请进。4号经理，早上好呀。慧玲姐，要不你还是别这么叫我吧，我总感觉怪怪的。你就跟以前一样叫我阿浩就行。这怎么能行呢？现在你可是带领我们整个团队乘风破浪的团队负责人，这规矩可不能乱。这是今早的研究资料，经理你先看着，我呢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会议室上见。准备会议？对，我得先准备会议。我是团队经理，必须是这场会议的主宰。经理，现在的市场几乎所有的热线都在疯狂的涌入 A 股。经理，你也知道，之前 A 股持续低迷，管理层打出政策组合拳，注入8000亿，移动性的支持股市。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股仓，吃上这一波大涨行情。这么大的利好，现在大盘持续上涨，肯定是铁板钉钉，可以考虑做短线，快进快出，也是个不错的机会。我们应该趁这波利好，
尽快入场建仓，进得越早，就能越多的赚取好处。对呀，经理，晚一步，我们可能连汤都喝不上。经理，现在不光是我们公司内部的研究部，外边的分析师、投资大师都在唱好啊。可是之前那种刺激感，为什么没有出现呢？难道是因为这个选择太正确，太理所当然了？经理，这是用来对冲 A 股下跌风险的期权衍生品，在这个狂热的市场里，谁买谁跌的垃圾陷阱。苏经理，陷阱，这次的 A 股就是一个天大的陷阱，做空必须狠狠做空。苏经理，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说，我们之前反复论证，一致看好要涨的 A 股，马上就会急转而下，行情完全反转吧？目前这么大的利好，要说它很快就会大跌，这是不是太难以想象了？对啊，经理，我们研究部出的报告分析的很乐观，至少能到一个新的巅峰。您现在断言它会跌，是不是太早了点？错过了岂不会损失惨重？不得不承认，眼下的 A 股只要闭着眼睛，把所有能动用的资金全部砸进去，跟着大部队随波逐流，都能轻易的躺着数钱。经理，您真的以为 A 股会跌？不会吧，我连私房钱都买进去了。对，经理，你是认真的？真的要做空 A 股？经理，就算咱们强行利空，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啊。对呀，经理，唯一的可能就是政府态度的突然转变。可是他们不正密集的发布各项政策利好吗？而且各大媒体舆论宣传不能强烈看好 A 股吗？行了，我有我自己的考量。我们现在只做一件事，就是按照股市明天就崩盘这个最激烈也是最极端的前提条件，我们来做一个投资方案。经理，那我们今天的交易，等新的投资方案出来的时候，今天我们先做准备工作。我真是搞不懂，这新来的经理这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所有人都在唱好，只有他一个人让我们做空，到底是他疯了还是我疯了？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这离谱的像天方夜谭？确实太离谱，我敢打赌，在这个时间点敢公开预测股市大跌的私募经理，在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哎，梁海源、刘波，你们两个人这是在背后非议经理吗？慧丽，你别激动，我们这不是非议，我们这是合理的探讨，哎，对吧？探讨。哎，看。不过慧丽啊，说心里话，你不觉得经理这个决定很奇怪吗？现在整个市场几乎所有人都在疯狂建仓，强烈看好股市能高歌猛进，一路冲向云霄。可是咱们的经理呢，偏要反其道而行之，逆着这股汹涌的时代洪流，悍然做空，这简直是太怪了。确实有点怪，但是呢，我选择相信经理。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经理做投资决策到目前为止从来都没失过手，一次都没有，所以我相信经理所有的判断。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的印钞票，只有我们期末什么都不能做，连口剩饭都不给我们留。刘哥，梁哥，经理现在让你去到办公室。经理，您叫我。这个上面我选了一些你们所谓的垃圾期权，你们就按照我上面勾的标进行买入。经理，真的就按照这个方向来，不考虑一下能一夜暴富的 A 股啊？梁海源，你要是真正觉得自己的判断是真正正确的，那么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我完全可以尊重你的专业判断和个人选择。还有，这次的投资策略是我定下来的，所以不论结果如何，所有的后果我来承担。
这份资料你去发给我们的团队成员，他们可以按照我上面勾选的标来投。如果自己有更好的选择，自己也可以决定投什么，我不会强迫你。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气势？仿佛5000万的资金就像是9牛1毛。他大爷的，赌了！我就跟经理赌一把。想不到经历了前几天的巨大波动，今天的股市竟然突飞猛涨，多少股票频频涨停啊！主管，那个新成立的交易期部，书浩统领的新部门他们怎么了？他们那边的交易记录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让我猜猜，肯定又是老一套，将所有的资金全部像疯子一样投进了某一只股票上，玩命豪赌了吧？不，主管，不是简单的豪赌，他们现在正将数额庞大的资金集中投入到目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甚至可以说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垃圾上。说什么？我担心其中风险过大，已经发送了警告讯息，可是他们完全无视了我们的提醒。快把详细数据给我看看。这都是一堆什么垃圾？苏浩所带领的交易期部与当前市场上追求的主流趋势完全是背道而驰。这小子是疯了吗？做空无字期货，大规模融券做空，他甚至还买入了巨量的跌期衍生品。现在的股票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冲。可是苏浩所带领的交易期部却偏偏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书浩这次要将整个团队连同那5000万资金一起拖入深渊，万劫不复啊！哎，你们知道吗？昨天呀，我可挣了300万。我昨天投的 A 股呀，赚了500万。我去，你这么厉害！我已经制定好了出行的计划了。哟，这不是梁海源吗？你也出来放松了？看来今天行情不错，没什么事儿可用操心的。现在这行情还有什么要操心的？我直接把龙头股往那儿一放，我账户里的钱自然就往上涨了。隔壁期权部那些家伙也是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已经在商量着月底去哪里开香槟庆祝了呢。对了，梁海源，你们期部那边情况怎么样啊？那还用问？现在股市啊，简直就是群龙起舞，闭着眼睛点点鼠标，那钱呀就哗啦啦自己往账户里面流，根本不存在亏钱的可能性。没错，要是现在谁还在亏钱呀，那简直是比国足进世界杯还要难啊！到发奖金的时候，难道我们期部的人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数钱，自认倒霉？这是怎么了？大家一个个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跟丢了魂儿似的？难道天塌了？在刚刚，证监会突然发布公告，宣布要全面限制融资融券交易。什么？限制融资融券交易意味着官方亲自下场，要强行掐断之前为股市疯狂输血的融资融券。你肯定知道，现在股市涌入的大量资金，全都以融资融券方式加以数倍甚至10倍杠杆借来的钱啊！为什么会这样？那帮啥钱搞的？前几天还在电视上、报纸上鼓动大家买股票，毫无征兆的在背后捅刀呢。都别废话了，有多少赶紧卖多少吧，别晚一会儿手里的仓位全都要快到姥姥家了。难道真的就像经理说的那样，股市雪崩了？经理他到底怎么知道？不对，经理怎么可能提前知道股市会崩盘的？大家先不要管这些，大家快去检查经理让我们买的那些空头股票，快去检查收益！快！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这是奇迹，不，这是神迹！他是怎么预测到这一切的？放眼整个夏国，哦不，放眼整个世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他根本不是什么关系户，
太子爷！啊！原来如此，神啊！整个金融界都亏得哭爹喊娘，苏经理给我画的那几只垃圾股，竟然奇迹般的猛涨了。是啊，最恐怖的是没有一只垃圾股是亏损的，全都涨飞了。说得通了，这一切都说得通了。苏浩他不是人，他是活生生的金融之神。哈哈哈！外面好像彻底炸锅了。经理，您到底是怎么知道的？经理，难道您在国家监证会那边有内线？来这里之前就是个啃老族，我上哪去认识什么证监会的大佬啊？有句老话不是说了吗？当背着孩子的大妈都冲进股市的时候，那就是泡沫要破灭的信号。话是这么说，但是能这么准确判断局势，太天方夜谭了。都安静！经理的神机妙算和那双能够洞悉未来的慧眼，岂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能够揣测的？都打起精神来，听指示！经理，请指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奇怪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难道是时机未到？依你们看，这后面的行情会怎么走啊？经理，咱们手里的股指期货空单已经全部回本，现在就看这个跌期权，权利金已经翻了2倍，整整1倍的利润。要不咱现在出手，把这1倍的利润拿到手里？那股感觉还是没有，继续持有。真的，苏经理找到事儿。你确定一点消息都没有吗？一点政策变化的迹象都没有吗？是的，董事长，我们反复确认过了，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甚至根据我们得到的一些侧面消息，监管层做出这个决定都像是临时起意。就算是临时起意动手，那也有一点风声吧？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紧急情况，很多私募公司直接倒闭，规模稍大的一些同行也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这也难怪，就像我们方焕投资号称行业消息最灵通的龙头老大也被蒙在鼓里，他们又怎么知道消息呢？现在市场上的确有一个奇怪的传闻正在悄悄地传开。什么传闻？什么奇怪的传闻？就在这次大跌前不久，有一家神秘的机构开始在整个市场疯狂的扫货，无论到期日、不计成本，有多少要多少，把整个市场的相关期权全部席卷而空了。什么时候？就是那个疯狂上涨，每个人都像打鸡血一样往前冲的那个时候吗？是的，董事长，他们不顾整个金融行业的风头，逆天而上，甚至都快赚得盆满钵满了。这群混蛋一定是知道了内部消息，并且是足以颠覆市场的那种消息。我方焕投资在消息灵动方面一定要做到极致，我不允许别人比我们更早知道情报。哎呀，就算是掘地3尺，你也要把这群人给我找出来。好的，董事长。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黄蜂，敢动方焕投资的内幕。如果现在就把手里的仓位期权全部出掉，天文数字般的盈利就会变成银行真实存在的真金白银，这简直数钱数到手抽筋啊！不对，那种感觉到现在还没有来，现在应该不是出手的最佳时机。慧玲姐，进来。经理，我们还是继续持有对吧？仓位暂时不动。现在我们手里的仓位简直就是一座金山，恐怕所有器物成员都想出手。以我们现在的成本和市场价格，无论什么时候出手，都会赚得盆满钵满。不过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继续持有比较好。到现在为止，上面好像还是没能拿出什么能够彻底扭转市场信心的救市措施。托他们的福，我们的利润还在蹭蹭往上涨呢。如果那个时机到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我靠，橘子终于来了！胡林姐，今天怎么说？还让咱们继续持有吗？是的，经理打算让我们继续持有。也是，从现在的各种技术指标和市场情绪来看，再多持有一会儿，收益一定会更好。咱们这些凡夫俗子，就别妄想猜透神仙的想法了。咱们有苏浩这种金融之神，咱们就老老实实的执行命令就完事儿了。所有人就是现在把手里所有的仓位、期权全部都卖出去，全部都抛，一个不留。经理，现在就出手了，可账户赚的正猛大。是啊，经理，再稍微等一等，哪怕就几分钟，肯定能赚的更多。都给我闭嘴！谁让你们有自己的想法？长脑子就是让你们听指挥的，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执行命令，听懂没？开干！现在这行情，竟然还有人能逆流而上赚大钱，简直闻所未闻。我现在能不能去七部呀？看着只有七部能挣大钱，我真的是要眼红死了。别做梦了，就这一波节奏，恐怕全夏国金融行业只有7部不亏反赚。都动起来，抓紧做短线，抓点机会吧，不然下个月真得喝西北风了。慌慌张张的干什么？连门都不敲。哇，找到了！包括整个信息部，耗尽几天的时间，终于找到那个传说中的神秘团队了。什么？你快说，那个搅得市场天翻地覆的人是谁啊？方法投资刚刚成立的交易期部，您知道那边现在的情况了吗？我正担心苏浩呢，他刚刚担任部门经理，就遇到这倒霉的行情，我估计啊，损失惨重呀。这种市场环境，你就是神仙也得省半条命。哎，你提苏浩干什么？是啊，现在整个金融行业大部头都想找出来的神秘买家，占有几乎所有期权的逆势神仙，就是我们方焕投资交易期部的经理苏浩啊！波儿，经理这操作真没问题吗？我看这行情今天再停一天，价格还能上涨不少呢。是啊，现在出手真是亏大，明明可以赚得更多。经理的判断，其实你们能质疑的，可是个屁呀！全世界都在买入的时候，只有经理一个人逆着洪流反手做，这种事你敢吗？说实话，经理的判断我也看不懂，但是人家的视野压根儿跟咱们不在一个维度。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实习生，再到5000万，最后滚雪球到这个恐怖的数字。他之前不总是一副苦瓜脸吗？怎么今天笑得这么开心？经理，我来向你汇报战果了。之前那些做空的期货和看跌的期权炸了，简直是核弹级别的爆炸。那我们这次翻了多少？有80%，80%高了。那60%，咱们挣个3000万。经理，我干交易这么多年，第一次遇见在1个月之内赚了30%的，当时我就觉得祖坟都冒青烟了，光宗耀祖了。到这一次我们的盈利连30%都没有。经理，在您英明的指导下，我们成功利用5000万的本金，赚了整整500%。5000万的本金翻了5倍，那就是2.5亿！哈哈哈哈！监证会刚刚宣布，即刻起禁止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抛售股份。什么意思啊？咱们刚才卖的所有股票全都一文不值了。禁止大股东售出，疯了！我们这是疯了！我们刚才高价购买的那些看跌期权，现在全都一文不值了。也就是说，咱们刚才收购的那些突然放出的期权，已经是最高价值了，而我们成了接盘侠。就差几分钟，要是那个神秘人再晚出手几分钟的话，那亏得倾家荡产的就是他们。
你是谁？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混蛋坑了我？哎，这是谁又想我？现在想想都火啊！要不是经理当机立断，反应神速，让我们赶紧清仓跑路啊，不然这波铁定亏成狗了。是，要是晚几分钟，那5000万可就打水漂了，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呀！2.5个亿，我这几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经理，您在纸上随便画一画，就能让我们见到真金白银了。在纸上随便画一画就看出了骗局，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夏国的金融，不顾眼前小利的持有权，在关键时刻做出决定，这每一步都是让人堕入深渊的险棋呀！这段时间大家跟着我都神经特别紧张吧？这样大家好好放松放松，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啊！哎，经理，咱们部门从组建到现在，好像一次菜还没鞠过呢吧？来，兄弟们，我说两句啊。为了我们七部曾经的辉煌，还有我们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一起干一个怎么样？来！我梁某人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加入我们神圣而光荣的交易七部，成为我们帅气多金、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能力超群的苏经理的部下。正是有苏经理您，才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叫做金融之神的境界。能成为苏经理的人，那是我祖上积德，三生有幸，为我们的苏经理干上一杯！干！之前听其他部门的人聊天，他们好像现在全部都在研究什么希腊国的情况，会不会真的出大事？在这种神圣而愉快的场合下，你居然聊工作，扫兴！八盘妹，八角，喝！可是咱们这些人除了股票、金融市场，好像也没有其他共同话题了吧？也是，聊钱的事儿不是最带劲儿、最刺激的吗？希腊那档子事就算闹得再凶，也不至于到赖账、股权违约那种地步。我也觉得，希腊国政府虽然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的债务，但也不至于。他们就这么破罐子破摔，彻底豁出去了，就这么宣布违约了。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违约是在极端推演下的小概率事件，否则必将引起全球的金融海啸。经理，你从一开始就在看手机，你在看什么呢？兄弟们，我们明天再试一把怎么样？明天再试一把怎么样？经理，您不是和我们说资金暂时不动，这段时间先稳一点吗？按道理来说，我们现在见好就收，把我们这笔足以让人眼红一辈子的惊人利润，我们稳稳的揣到口袋里，才是最明确、最安全、最符合理智的选择。但是我们玩一把刺激的怎么样？刺激的，玩刺激的。那你说的是？没错，我们就用我们赚来的那2.5个亿。对。哎，我问你，昨天就喝了那么点酒，这酒劲儿还没过来呢。海源哥，您就别逗了，昨晚谁还有心情喝呀？一想到经理拿2.5亿做短线，我这是吓得一夜无眠。怪我嘴贱，当初就不该提什么希腊国危机。就算你们不提，按照经理的脾气，你们觉得他会放过这次机会？说不定经理早就已经盘算好了。可那不是250万，也不是2500万，那可是2亿5千万呀！那么一大笔资金，咱们但凡操作激进一点儿，都会被监证会关进局子里。是啊，万一过了红线，咱们乃至整个方块全要完蛋。不知道做出这种恐怖决定的经理，会不会压力太大了？我怎么感觉经理面对这损失2亿5千万的压力，还不如上厕所便秘。虽然我们现在 A 股大盘每天成交额都在万亿上下，但是我们的2亿5千万要是放进去操作不当的话，那也会非常扎眼。
像小盘股，比如 ST 中润，它每天成交额也就是在100。要是我们把2亿5000万全部给投进去，哎，经理，单一账户与单只股票的交易率，如果占比超过5%到10%的话，那将会触发交易所的重点监控的。那如果我们把2亿5000万拆开，分散买入，少量多次的进场呢？理论上是可以，这要分成成千上万的单子，那损失率只会更大呀。刘波，研究部那边出报告了吗？关于希腊国债务危机最新分析。经理，研究部的结论是认为希腊国政府会避免违约。他们结合了海外各大投资行、评级机构的观点，普遍认为希腊国政府避免违约的可能性高达99%。你们怎么看？我们肯定觉得希腊国绝对不可能违约的。是呀，经理，一个主权国家宣布赖账不还钱，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都已经99%了，那希腊国肯定会度过这次危机的。可是经理，您不相信这99%，您是觉得这希腊国它一定会违约？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导致欧元贬值，那金融界的动荡那是十分恐怖的呀。不过啊，国内有些行业反而会因此受益的，比如纺织与轻工业、电子产品与家电。这份报告上就是会因希腊国违约而可能收益的股票名单。那个被无数经济学家和行业大佬认为发生概率只有1%，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希腊国债务违约真的要来了。我看那1%的可能性才是唯一的真相。什么1%？您是说这希腊国它一定会违约？可是这2.5亿分开买很容易碰到交易所红线的。这如果这几十只股票有1只被监管，那我们部门就要被遣散了。什么感觉都没，这就不行。这个有戏。可是经理，这既要利益最大化，又要躲过监管部门的监管。别说这些菜鸟了，就算我这个干了10年的老油条，那也做不到啊。先别着急，我这个超能力能不能用来测算金额？没反应，那就减1半。还是没反应，那就再减1半。成了，这就是这只股票安全又有效的临界点。ST 中润就按照这个数买。这么多，万一触碰到红线，交易所那边一定会。哎呀，这经理这么做，那肯定是有自己的判断的，还是说你有更精确，并且保证不触发报警就能赚到大钱的数字啊？这。明天开盘就按照我写的这个数进行买入吧。经理这写的什么东西？这股票后面的数字压根没有任何规律啊！这难道就是经理必胜的神秘算法？这我得拍下来，好好研究研究，说不定那天就动了我当经理的一成功力呢。可我怎么看都像是经理随手写的几个数字，然后随便加加减减得出来的。你是说经理随便拍拍脑袋，用猜大小的方式就完成了几个亿的交易？这绝对蕴含着宇宙奥秘的公式。但是哪怕咱们只亏10%，也是2000多万的天价呀！先别管那1%的几率和监管红线了，咱们现在要做的可是分分钟100万上下的短线的。要记住，信经理何永生，准备开干。经理，咱们现在埋伏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这夏国和希腊国有着5个小时的时差，那边到现在都还是凌晨，大家都还在睡觉呢。虽然距离希腊国黄牌日还有几天，但是咱们绝对也不能放松警惕。哎，马上中午了，等会儿咱们一起吃午饭。
这也不知道经理这个月能拿多少奖金呢？恐怕已经是个天文数字。走。怎么了，经理？搞什么鬼？现在的希腊国不是凌晨吗？怎么会有信号啊？什么情况？这是真的假的？我靠！这帮希腊国的疯子，他们竟然真敢签这预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通知，希腊国直接拒绝了人道主义帮助，不仅拒绝延迟还款，还直接宣布欠下的所有债务统统不还了。真的违约了！一个国家竟然真的彻底违约了！为什么我从经理的表情上看不出任何的震惊？还是强者的淡然。太恐怖了！经理的预测又成真了。这根本不是预测，1%的概率，这是预言，这言出法随。哎，咱们大家打起精神，准备收割。处长，交易所那边刚发来一个协查请求，他们遇到大麻烦了。这次是哪家公司？不会又是那个？就是那个席卷整个金融市场、逆流而上、大赚特赚的方块投资。哼，2亿5千万的资金，他们倒算聪明，没有傻乎乎的投进一个篮子里面，做了分散处理。虽然做了拆分，但分摊到每个标上，量还是不小。这操作手法玩的挺溜，难怪交易所那边会紧张，请求我们这边协助。奇怪，他们自从买进去以后，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处长，交易所那边传来消息，希腊国彻底摆烂，决定违约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动了，处长，他们动了。这怎么可能？整个市场都乱套了，只有他们，只有方焕投资还在稳定盈利。他们今天早上更早之前就已经知道100%确定，希腊国会在今天一定违约。这帮家伙的情报网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难道比国家的情报还厉害吗？处长，他们不只是提前布局，现在他们还在根据剧烈的市场波动，疯狂的搞高频短线。方焕投资这帮家伙，在成功预判并布局之后，并没有见好就收，甚至狂风暴雨般的疯狂买入卖出。查，给我查！我倒要看看这个团队背后领导人到底是谁。各位，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股票代码和资金给你们每个人都分类好了。接下来咱们玩的就是高频短线。所有人现在必须要听我的命令，我们现在必须要保持步调一致，高度集中。不灵姐，现在把你手里的股票全部抛了。好，收到。盈利了，竟然直接就盈利了，有用！我的超能力竟然能准确到每个人、每只股票上。法源，现在把你手里的股票立刻清扫。收到，经理。海源，收到，已经抛了。海源，现在把你手里那些股票刚刚抛的全部买回来。好的，我现在就买。刘波，现在手里的股票你也抛掉，全部抛掉。是。这氛围，这感觉，就跟我带领大家开荒打副本一模一样啊！团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哎，大家都别慌，来听我指挥，所有肉盾准备往上顶。奶妈，注意血量，注意血量，该加血的时候加血，打药，打药，打药。BOSS 2阶段了，最后一点，BOSS 2阶段上技能，上技能。好，耶！这不就是现实版的金融市场副本开荒战吗？我还是那个团长，只不过我操作的不是游戏角色，而是真真正正的2亿5千万的真金白银。刘波，把你刚才抛的那些全部再买回来。经理，你不是让我卖掉？刘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脑子一扔，执行命令。对不起，我现在就买。哎呀，我靠，经理，我脱节了。果然，就连副本里那1、2个因为紧张而掉链子的兵队友，都完美复刻了。没事，大家别紧张，哪怕是失误了也很正常。就算是亏了，咱们也分分钟都能赚回来。各位，现在我们这个名为赚大钱的终极 BOSS 已经残血了，我们现在要发起最后的总攻。Yes！ 我靠！终于
终于结束了。哇，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经历如此疯狂、如此刺激、如此要命的交易。这几个小时，我只能听见经理的声音，大脑根本来不及思考。怎么样？紧张吧？刺激不刺激？刺激，太刺激了！用着2亿5千万在金融市场干着最刺激、最心跳的超短线极限操作，这经历我可以吹一辈子。何林贤，咱们刚才报了多少装备？有5%啊！5%？格局太小了。依我的经历，最起码有10%。35%。啊！什么？35%就用了几个小时？短线交易搞到35%日收益，这说出去谁信呢？巴菲特来了也得给经理跪下呀！太不可思议了！经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说他有外挂，还是说他其实是个有系统的穿越者？这就是苏浩经理，活脱脱的金融之神。我听说这外汇市场是24小时都可以交易的，对吧？既然如此，那咱们下次就跟国外的顶尖金融大佬们掰掰手腕。你小子啊，你给我说清楚，你这逆天到了为什么一次一次的出啊？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像游戏里那个开挂一样，有不是幸？黄哥，我这就是运气，我这纯属是运气。不过这么一说，我这种超乎常人的超能力，或许确实是算一种外号。你这要是运气啊，那彩票店里的头奖不被你薅个7次8次，你还当我是3岁小孩那么好糊弄呢？不过今天黄哥确实要敬你。来，我准备要成立一个新部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经营公司。新部门叫战略投资部，这个部门成立以后专门负责运营公司，而你苏浩苏总就是这个部门的运行总监。不是吧，黄哥？我刚从一个小小的交易员刚跳到经理，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现在又给我升到部门总监了。这个事儿我已经给公司的高层都通过气儿了。董事会那帮老家伙，没人敢不同意。黄哥，我这金融经验还是不太够，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吧。苏浩，你这逆天的收益率就是你最牛逼的领域。咱们公司能力说话，你也知道，咱们公司都是分工明确，有专做外汇的，也有做金融衍生品，还有呢做债券。还有部门专门负责股票，而我呢，准备把这些权利全部放在你身上。你想做什么就一步冲天的机会就摆在我面前，我怎么能放过？行，黄哥，我答应你，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啊！这个部门的核心力量，我认为还是我呢，给你挑选了一批在资质和能力上相当不错的，你看看。我靠，这一个个不是清北博士，就是华尔街海归，就是国内精英。和这帮人比，我这二本简直就是野路子中的野路子。你说干什么了？还没有喝酒喝多了，这就这回事吧？黄哥，这怎么可能呢？这种感觉，难道我的超能力还能告诉我哪个人是我需要的人吗？这简直就是人世人民的外挂呀！股市风波一平，希腊国欠债风波又起，
这接二连三的重击，让咱们好多同事心理防线崩溃，都卷铺盖走人了。还有些头铁在硬扛呢，结果就是损失更是惨重了，连带着整个公司都消失在了金融的浪潮里。你们听说没？公司成立了特级战略投资部，是代表着最高评级的特级部门啊，而且还是苏浩的手下。他们7部的收益率简直离谱。话说回来，苏经理不是刚任7部经理没多久吗？怎么又升一级？而且还是干的特级部门总监。就苏经理那神乎其技、堪称变态的操作，不升他升谁？那这操盘的资金起码得上亿大底吧？我要报名，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哎，海源，你怎么拿着那么多废纸啊？废纸，这全都是挤破头想要成为苏总手下的简历啊！苏经理，这是人事部那边送来的应聘者的资料，我初步整理了一下，都在这儿。那个我先自己看看，你先出去吧。好。常青藤毕业，还有多年华尔街工作经验，这个也没感觉呀。国内第2大私募公司的前投资经理，不是这种大佬也没有感觉啊。亏博士，投资经理，名校毕业，这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大神的存在啊！继续。这么多资料，经理今天能看得完吗？这数量也太离谱了吧！估计选一个还要仔细看，那么多申请者，要深思熟虑，反复比较，没个3-5天可下不来。哎，这是我刚筛选出来的人员名单，把它发给人事部，让他们准备入职流程。哎，好，忙吧。这就搞定了，不用面试，直接入职。那可是几百份的简历啊，这么快，跟点外卖似的。哎，先别管那么多了，先看看苏经理选了哪些神仙人物。这些人的履历是不是有点太平平无奇了？这几个哥们儿的收益率竟然还负的。这个人我认识，之前在我们部门是出了名的老实肯干，就是脑子不太灵光。特级部门啊，那可是公司顶尖的存在，苏经理选人不按套路出牌啊！你没跟我开玩笑吧？不，苏浩就这样把人召集起了。是的，董事长，这是人事部刚刚送来的名单，千真万确，几百份履历，苏总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部敲定，而且不用面试，直接上岗。这些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的？单看履历，这帮人别说进特级投资部了，就连在之前的部门也都是垫底的存在。啊，算了，既然是苏浩选择的，就按照他说的办。这些人可以直接上岗。黄总，这次您打算给苏总的新部门投多少交易资金？50个亿。各位，我叫苏浩，是你们的顶头上司，也是我们特技战略投资部的总监。大家记住一句话，跟着苏总干，有钱赚，有肉吃。有钱赚，有肉吃。各位，对接下来咱们的战略方向有什么想法？各位尽管可以畅所欲言。苏总，根据最新情报，由于多次的金融海啸，现在全球的股市几乎变成了冰河时代，所有人都下不了胆子，既不敢买，也不敢卖，几乎成了一滩死水。没错，现在别说国内股市，就连海外那些主流市场，也是一个个惨不忍睹啊！把原本的资金现在疯了似的往所谓的避险资产里面钻。也就是说，现在所有人削尖了脑袋往这个避险资产里面钻，是这个意思吧？是的，苏总，黄金、美元、日元、美债以及越洋等市面上的热钱，全都拼了命的往这上面。
刚才那是什么感觉？慧玲姐，你可以把你刚刚说的再说一遍吗？哦，我的意思是说，目前资产正大规模的流入黄金、美元、日元、美债以及瑞郎等这些避险资产。就是瑞郎，就是费朗。对了，这玩意儿不是号称金融界最值得信赖的避风港吗？毕竟瑞士是个永久中立国，2次世界大战都安然无恙，而且历次全球金融危机，瑞朗都表现得跟定海神针似的，风险极低啊。瑞郎之所以被称为最强避险货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着汇率上限。汇率上限机制，这是什么意思啊？简单的来说，就是瑞士央行规定欧元兑换瑞郎的汇率，无论如何都不能跌破 1.2 这个价格数值。一旦汇率逼近这个底线，瑞士政府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汇率价格给顶回去。奇了怪了，为什么偏偏是最安全稳重的瑞郎？不对劲，一定有原因。所有人，立刻马上把你们手里的头寸全部给我抛出去，一个不留。是。所有人，在你们头寸抛干净之后，立刻马上给我全仓买入瑞士法郎，有多少买多少，给我全部砸进去。董事长，都说了，私下我们两个的时候就不要叫董事长，叫哥啊，一口一个董事长的，我听着别扭。这不是在公司吗？而且上下有别。这要在外面，我肯定叫您黄哥，铁哥们那种啊。我收到确切消息，沙特阿拉伯历史性的第一次开放自己的证券市场。沙特阿拉伯那可是全球第2大石油生产国，所以我这个周末要去一趟沙特。哎呀，你小子又发什么神经病啊？董事长，不，黄哥，您能不能别去中东啊？董事长，时间差不多了，车已经在楼下候着了。你小子呀，别跟着嬉皮笑脸的啊！你知道不知道这趟出行的重要性？心里应该有数的啊！放心，那帮石油佬，他们玩不出什么花招的。10个小时过去了，黄哥应该顺利到了吧？这种不安的感觉实在太强了。早知道我就应该厚着点脸皮，把黄哥的腿死死给抱住，怎么也得把他给留下来呀！哎呀，明明我已经查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治安资料，结果还是一切正常。出事的概率比中奖的概率还低，难道真的是我自己吓自己？苏总，您看见刚刚推送的国际快讯了？发生什么事了？就在刚才，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遇了自杀式的炸弹袭击，伤亡惨重。沙特首都利雅得，那不是我黄哥正要去的地方吗？苏总监，快去你也看了吧，这家市场可要炸锅了，本来风平浪静的，这一下子影响太大了。是呀，这消息一出来，我估计外汇市场马上就要跟着大跳水呀。苏总，您没事吧？我先打个电话，你们都先出去。好的，那我们先出去，你忙。拜托了，千万不要有事儿。黄哥，你没事吧？你跟我当然没事啊，现在呀，好的不得了嘞。可是我刚刚看到消息，说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了炸弹袭击，吓死我了。本来啊，我是快到机场了，可是呢，被你小子那句颠三倒四的话给劝住了。是吧，黄哥？难道您真的是因为我那几句话才取消的行程？你现在可是我们方焕投资集团的财神爷顶梁柱，你说的话我能不信吗？啊！那黄哥，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接你？不用了，炸弹袭击这么大的新闻，这市场上肯定地震啊！你小子赶快回去，盯紧盘面，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啊！是。
避险资产这个价格跟坐了火箭似的，层层往上涨，拦都拦不住。可不是嘛，平时跟退休老干部似的，雷打不动的国债现在也开始躁动起来了，一个劲儿的往上拱。不过这瑞士法郎是怎么个情况？跟焊死了一样，动都不带动的。毕竟是瑞士法郎嘛，风险第一货币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那这样说来，咱苏总为啥要买这玩意儿呀？海柔哥，那您觉得苏总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放眼整个公司，哦不，放眼整个世界，能看懂他操作的，估计只有他一个人吧。你们见过苏总在做短线的时候搞过什么风险控制吗？这可是50亿呀！万一没有风险控制，全亏了。对于苏总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风险。如果没有风险的话，他把这几十亿投进去，反而觉得很无聊。这是他部门设置的价格移动信号提醒，我们持仓的瑞士法郎有了移动的信号。我靠，这什么情况？瑞士法郎不是头顶震荡令涨不上去吗？怎么蹭的猛往上涨？出大事了，真的出大事了！快看新闻！这，哎呦，这，瑞士联邦宣布废除瑞郎对欧元的固定汇率了。快看！哎呦，还是假的？炸疯了！炸疯了！哎呀！苏总，您老人家是怎么算到这一步的？简直神了！瑞士法郎的价格直接飙升了整整20%啊！苏总这份洞察力，这份预判，我等凡人那可是望尘莫及啊！这就叫格局，眼光要放长远，才能看透迷雾，抓住本质。咱们跟着苏总，可真是学到老活到老呀！先是大夏国股市大跌，再是希腊那边债务危机，在两波骚操作下，热线跟不要命似的疯狂涌入瑞士法郎和欧元避险。难道苏经理在1个月前就逐步预见并布局到今天？难道这就是小说里面的迪化吗？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也挺爽的。苏总，已经上涨了20%，什么时候开始收网？在外汇市场一天能有3%的波动都算是逆天了，现在直接干到了20%，这已经不是疯狂2个字能形容的了，这简直就是神之一手啊！这一票要是现在平仓，我们就能净赚10亿，这可是10亿啊！都先别动，继续持有。报告郝董，苏总还在继续持有，完全没有卖出的迹象。疯了吧？不是说已经涨了30%了吗？这还不卖？他想上天啊！老李啊，刚才涨到25%的时候，是谁说到顶了再涨就要吃键盘了啊？是谁说到顶了再涨就要吃键盘了？那只是小小的失误，是失误。但是这次我敢打包票，30%绝对是极限了，不可能再又涨了，突破33%了。说好，说他卖了没有？还没有，苏总还没有任何动作。这怎么办？他把目标价位定在了哪里？难道他要把天捅个窟窿吗？哎，回调了，降到了30%，不是15%。煮熟的鸭子飞了，都怪苏豪贪心，这次我可真是亏大发。冯总又涨了，突破新高，40%，卖了。苏总清翻了，这次的收益是20亿。好了，真服了。好，儿子，你今天怎么突然带我们来这里？这可是咱们护城最大的 4S 店，我们普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呀。是啊，咱们家那辆老电瓶车还能用，你怎么把我带这来了？老爸老妈，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哥的事儿？哎呀，阿浩之前跟咱们讲过，他换了一个工作，可是这个工作才1个月，这什么工作能负担起汽车呢？老苏，怎么你们来外奔啊？我儿子带我来看看。你儿子？哦，小浩，这个整天泡在网吧那个啃老族，怎么他带你们来蹭4S店免费的空调？我儿子上个月已经找到工作了，不是你说的啃老族。苏阿姨，
苏浩是一个护城2本垃圾专业毕业的，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难不成送外卖的，还是打杂工？别胡说，阿浩呀，还是有孝心的。这虽然挣的也不多，但这说出去啊，也不至于让他爸妈丢脸，不是？苏浩，叔叔前2天应该跟你说了吧，我才买了房，现在带我爸来挑车。光想，你别以为你自己挣几个臭钱就可以侮辱我哥。我告诉你，我哥现在可是……行了吧，你哥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穷屌丝。你要钱没钱，要学历没学历，刚刚工作1个月就打肿脸充胖子，带你们来这儿见见世面。我儿子呀，可是正经985毕业的，毕业就有100万年薪的工作，这一个啃了2年老的上网仔，一个嘛是不知道靠什么挣钱的小……我喜欢侮辱，但不要侮辱人。你们这里的车都是什么价位？先生，我们这是德国大厂重大汽车集团，是全世界1等1的汽车集团，您想要什么价位的都有。这车多少钱？您可真有眼光，这可是我们最新的车款，只要500万。这辆车价值500万，真的假的？是的，先生，而且这辆车不仅是最新款，还是我们重大集团为了纪念建厂100年而特意推出的纪念款呢。你们这儿没有更便宜的？当然有啦，这是我们这里最便宜的，是这辆200万的跑车。阿浩，咱还是走吧。我知道你赚了钱，但是这里可不是咱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的。苏浩，你还是听听你妈妈说的话吧。就凭你挣那3核桃俩子，还想买200万的车，简直是白日做梦。这张卡里有50万，应该够付这辆车的首付了。卡内余额50万元。看到了吗？200万的车，我说买的吗？你还是赶快带着你爹妈回家去吧，这里不是你们吹空调的地方。说老苏呀，你赶紧带你儿子走吧，我估计呀，你这辈子也买不上200万的跑车。切，哎，关键啊，让你坐呀，感受感受。我要买车，就买你们那辆纪念款。苏浩，你开什么玩笑？那可是500万的纪念款，你打一辈子杂工也买不起。销售员，那个废物压根儿就没钱买车，只不过是个装逼的穷鬼，你还不快点把他们一家赶出去啊！先生，这辆车是纪念款，专门给有钱人做收藏用的，所以要全款购入。500万，我有。500万，你一个啃了2年老的垃圾，你竟然会有500万！老苏，你看看你儿子，这估计啊是精神有问题，你呀赶紧带他去精神病院看看，要不时间长彻底坏了怎么办啊？阿浩，你没事吧？那可是500万呀！我和你爸挣一辈子都挣不来的巨款呀！爸妈，你们放心，今天我苏浩就是要向你们证明，我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说苏浩，那可是500万，你的意思是你上了1个月班就能挣了500万？你的脑子里没有浆糊吧？你没见过，那只能说明你是个没有见识的土鳖。先生，这张卡刷，就让我们也看看这小子兜里到底有几个子儿。卡内余额7459万元。是不是坏了？那个机器是不是坏了7459万元。不可能，怎么能有人1个月挣7000多万呢？他一定是做什么犯罪的事情，赶快报警！儿子呀，这些钱是不是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得到的呀？妈，我哥现在是夏国金融行业的顶端公司方焕投资的经理，不是总监。这7000万是我哥1个月光明正大挣来的。现在谁是那个挣不到钱的小废物？你是谁？敢打我？我是这家店的经理，苏浩是王总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里欢迎你们，滚出去！苏浩兄弟，这边请。我们重大一直致力于打造环保车型，这次排放测试我们可是以最高分通过的。你没事吧，先生？刚才那是静电，不，难道是我的超能力发挥作用了？你刚才说的关于这辆车的介绍，能再说一遍吗？我们重大汽车这次可是被评为欧洲年度最佳环保车型的，尤其是在尾气排放方面，相较于上一代车型，足足降低了20%呢。难道是这个车有什么问题？可是重大这个牌子在业内的口碑一直都很好啊。哥，这是
这里有500万，你带爸妈去看其他店的车，但是记住，千万不要买重大的车。妈，我有事儿，我先回公司，小慧陪你们看车。重大集团，苏浩来收你。汽车制造业的豪迈，汽车线称霸，保时捷、兰博基尼豪车品牌全是两家的，它在德国本土更是横着走，市场份额高达20%，销量还节节攀升。道理来说，是重大的发展前景更是是刚才在车里的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苏总，早上好。各位，早上好。苏总，这是你上次帮我要的重大集团的深度调研报告，研发部已经给你整理出来。重大汽车集团目前市值高达1193亿欧元，今日股价约为每股250欧元，而且现在正处于历史最高峰，现在还在不断的创新新纪录，势头猛得一塌糊涂。重大汽车集团股价再创新高，从长期来看，其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潜力巨大，都将持续走高。这不就是妥妥的基于蓝筹股买入即躺平的呀？如果我们打算做多即买入重大股份，那通过法兰克福交易所操作自然是最佳的选择。没有感觉？难道是因为没有明确标出是做多还是做空？还是没发现？难道投资重大汽车集团本身就是个错误的选择？如果不通过法兰克福交易所操作的话，那我这里还有几种可以间接投资重大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进行投资，其手续费还有杂七杂八的费用，比直接投资那高出一大截，根本不实惠。怎么还是没有感觉？难道我这次的感觉真的错了吗？原来不是做多，而是做空重大。所有人，今天会议暂时不开了，海源留一下啊。好。海尔哥，快走！这次苏总会定什么目标？重大汽车集团。果然是他，我就说嘛，最近重大汽车集团风头正劲，那股价跟坐了火箭似的往上涨。咱们苏总这波肯定是做多，稳了这下。想不到这次我竟然和苏总的想法一样，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No， 苏总是打算做空。这怎么可能？做空重大汽车集团，开什么国际玩笑？对呀，眼下正是重大如日中天、股票高歌猛进的黄金时期，这种时候做空它，脑子瓦特了吧？也有可能是因为重大集团的股票涨得太疯了，苏总想借助这一波短暂的回调，赚点蝇头小利。No， 苏总是想间接投资一些重大集团乱七八糟的反应问题。间接投资？为什么？难道苏总他想玩把大的，去赚国外人的钱？No， 苏总搞这么大的间接投资，估计是在赌重大汽车集团会雪崩。苏总，您要的美国那边的存托凭证和对冲基金的名单已经备好，这些都是能跟德国股市那边扯关系的。绝对没错。按照您的吩咐，专门找的那些作风最彪悍、下手最黑的空头基金。空头基金顾名思义，就是市场上那群专业的做空者，专以市场崩盘为食的金融秃鹫。市场越是哀鸿遍野，跌得越惨，做空者就越能赚得盆满钵满。这些基金的投资策略、操盘风格如何？手中掌握的多少资金规模作为弹药？来了！刚才我勾的这几个，给我投，金额就按照旁边的数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啊！是，苏总。苏总，上次您吩咐的在香港那边的资金名单已经弄好了，咱们国内的信中券商在香港的资管公司最近也捣鼓出来一个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基金产品。是，
看来他们比我想象的胆子还要大。他们主攻的就是欧洲股市，而且正巧上次您狙击的那个重大汽车，正好也在他们的主攻板块之内。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做空重大，我们再把这70亿拆给那些公司，只要重大一倒台，就可以做个钱进账了。是的，苏总，只要重大的股票暴跌，他们将会偿还大量的资金。好，我们就把这70亿拆碎，然后分批打给我刚才标注的公司，导致他们给我挣钱。你的意思是，苏浩那小子把这70亿揉开了，到处砸？是的，这可一点都不像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梭哈王，只是这小子还真是开窍了，他也懂得分散投资了啊！恰恰相反，苏总确实是拆散了70亿，但这些钱不管经过多少次，最终都殊途同归，所有的目标都指向了一个重大。哦，这又是什么神仙操作呢？不过这70亿猛砸进去啊，德国那些金融监管的孙子们肯定跳脚啊！黄董，苏总的意思是做空？做空？重大堪比国企，怎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雪崩了呢？这小子肯定要把德国那些韭菜们狠狠的再割上一笔。可是重大汽车集团可是全球汽车的顶点，他们怎么可能突然就雪崩了呢？这具体的原因啊，苏浩那小子自己知道。不对呀，这尾气排放技术，咱田丰明明比他们强了不少，怎么还是重大低呢？可是他们的测试不都顺利通过了吗？测试的时候是没毛病，都达标了，可实际跑起来，重大的尾气感觉不对劲啊。不一样，测试模式和实际路跑排放数据差远了。他在测试软件上做了手脚，他们完蛋了，重大要爆雷了。重大被曝通过作弊软件在测试模式与实际驾驶中氮氧化物排放量数据造假，差异高达数十倍，严重超标美国环保标准。此举已构成明确违法，美国政府将联合相关部门全面禁止重大车辆在内销售。我靠，排放门还是超量40倍排放，这重大集团是吃了中医豹子胆啊！竟然爆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丑闻，那重大的股票应该是雪崩式的往下跌呀！那咱们之前投进去的那些钱，肯定赚了很多吧？不管，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慌什么呀，廖安？我告诉你，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安心等着。那我们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苏总做空了重大基金，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我明白了，苏总是想让德国的韭菜自己帮我们赚钱。这简直就跟碗牛带打一样。这些收有钱的基金就像是刷碗的机器人，这才是业不间断的帮我赚钱。是不是该重新收兵，把项目收回来？原来还没有手上的日子，这是个重大的危害，远远没有结束。好险，才刚刚开始。德国那边的舆论风向现在怎么样了？据咱们的人看到的消息，早在尾气门爆发前，市场上隐约就有传闻，说有一股神秘资金在疯狂做空重大。虽然是哪家机构，他们还摸不清楚。现在德国那边很多人都在嚷嚷，说肯定是有人提前知道了内部消息，他们才可以精准的在暴雷前下重注，恶意做空。咱们夏国的人做空德国的重大，金融监管部门肯定会疯狂的去查找这个提前埋伏、窃取国家财富的罪魁祸首，也就是咱们方焕投资。咱们方焕投资有多大概率被这盆脏水戳中的？黄董您放心，出事的几率无限趋近于零。这次方焕投资豪掷70个亿做空，赚了个底儿朝天，
但是愣是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连根毛都让他们抓不住。苏浩那小子，不，苏总简直是个妖孽。他把咱们的资金拆分的七零八落，然后通过繁杂的渠道，巧妙地稀释到全球各地几十家基金里，根本没人能看出咱们方换投资的影子。苏浩这小子啊，每走一步都做得滴水不漏。以前啊，咱们国内的韭菜被国外那些资本割的是死去活来，现在好了，风水轮流转，咱们呀也去割个洋韭菜。那帮外国的大佬们啊，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被咱们夏国的金融界被苏浩降为。苏总，要我说，您就是当代的巴菲特呀！切，巴菲特算个球呀，在咱们苏总面前，他连提鞋都不配。咱苏总这神鬼莫测的投资水平，这眼光，这魄力，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慧玲姐，那咱们这次大概赚了多少啊？考虑到资金的分散布局，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还有空投基金的交易成本，这七七八八的手续费扣了不少。我们最终的盈利大概是100亿。妈，等明年这里的楼一竣工，它就会是这座城市里最高的住宅楼，堪称是住宅别墅。哎呀，不是吧，儿子，你要在这里整个护城的市中心买这么大的房子？哥，我们是知道你挣大钱了，可是这可是香港长青集团的高端顶级住宅长青天喜，我听说在这里订房的都是夏国的顶级富豪。香港长青集团这座业务横跨地产、港口、能源、零售、电讯等多元领域的商业巨无霸，其影响力早已超越香港，辐射全球。这里的户型从最小的基础款400平米到最大的顶层复式1000平，应有尽有。尤其是那套1000平的顶层天际别墅，仅有2套。哥，这也太离谱了吧！一套房子从几千万到几个亿，你真打算买这里啊？没错，我就是要买那1000平的大别墅。24小时管家服务，一个电话就能让人把东西从地下车库送到家里，还有专车接送服务，还有什么私人定制菜单、健康管理。哥，这难道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那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了。等明年这里的楼一竣工，我就带你跟爸妈一起住进来。我们公司的那些同事要是知道我住在长青天喜，他们该会是什么表情？苏先生，如果您有购买意向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尽早预定比较好。哥，你没事吧？没事，我就是有点眼花了。难道这长青天喜不会是豆腐渣公司吧？长青集团，沈泽楷，这里面一定有重大问题。爸妈，我公司有点临时会议，我得先回公司一趟。走，没事。长青集团的业务遍布于全球多个国家，包含地产、港口、零售、能源、电信、基建等几乎所有能想到的赚钱行当的商业巨无霸。长青集团大重组后，接班人早就板上钉钉，大公子沈泽瑞稳坐钓鱼台，二公子沈泽楷被派去拓展新业务。那也就是说，目前长青集团是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内卷。是的，苏总，接班事宜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了，而且他们那个地标性的长青楼盘，明年也要开始竣工了。您突然对长青集团这么感兴趣，难道是嗅到了什么新商机？没有，我就有点好奇。难道说这小子是图谋整个长青集团？苏总，这是您特别交代要的长青集团的资料。终于找到你了，景坤控股。景坤控股这家公司最近通过场外交易市场挂出了一笔在售资产，是一家没有上市且完全无人问津公司的17%股份，估值约20亿。
20亿，这种狗都不理的垃圾股就要卖20亿？是啊，这家公司啊，在场外挂牌很久了，都无人问津。我看啊，就是个毫无价值的垃圾股。垃圾股啊，有点意思。找了你半天，可算是把你给揪出来了。苏总为什么会花20亿买这种垃圾？锦坤产业的控股公司，那是什么鬼？听都没听说过。而且这玩意儿没有任何分红，短期之内也不可能上市。我实在看不出这玩意儿有什么作用啊！长青集团今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经表决通过重要人事部决定，免去长青集团副董事长沈泽瑞先生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长青集团现任总经理沈泽凯先生为新任执行董事。竟然是二公子沈泽凯突然上位，原来一切都在苏总的计划之中。黑人哥，这沈泽凯上位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这20亿的垃圾股在长青集团两方大战之中是最重要的关联股权。唉，我们现在啊，就等着长青集团的两拨人，看看他们互相能出多少钱买我们手里的股份了。一般来说，发生这种股权争夺，溢价个20%买股份，那都是常规操作。历史上为了争抢控制权，甚至出现过溢价50%收购的情况。20亿的50%，那就是说坐着不动就能净赚10亿。苏总，你可真是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原来苏总早就料到沈泽凯那小子要演这出戏，所以才通过场外提前拿到关键股份。我们现在扮演的角色就是手握关键性选票，等着他们两方互相抬价的决定性力量。哎呀，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突然之间冒出来这么多大佬都要拜见我，就连香港长青集团也下了拜访函呢。黄董，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看财经新闻？长青集团那位二公子沈泽凯最近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选我们之变，把长青集团搞得是天翻地覆。支持老董事长沈成家和二公子沈泽凯的势力啊，打的是难解难分，而他们的股份呢，又旗鼓相当。长青集团早年间呢，把一些部分股权拆分给了他的一些铁杆亲信，而这些亲信呢，又把手里面的股份变卖给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公司，而这其中刚好有一家公司就叫做锦坤控股。这锦坤控股主投的重大集团刚刚雪崩，只能变卖手中的各种资产来回血了。也就是说，谁要是拿到长青集团里面的股份，这家不就赚大了？没错，这其中呢，刚好有一只垃圾股在锦坤控股里面就占比到17%，折合到长青集团刚好就是5%。那你说这5%岂不是成了双方胜负的关键啊？那长青集团可是要来收购这5%了啊！王总，您知不知道这至关重要的5%现在就在咱方焕投资的手上？副总裁告诉我，你利用场外交易花了20亿买的就是它吧？你预测尾气门会重创重大，所有利用空头基金加速了重大的崩溃，而你呢，在底部精准收割了这5%的股份，然后呢，又在长青集团豪门争夺战中悄无声息的把它收入囊中，这一切都是你预测好的吧？我也是没想到，看似不相关的3件事，竟然全被我的超能力串联了起来。在金融市场股份争夺战中，最高的溢价可以卖到50%，你准备卖多少？黄总，这股份是我买的，那这买卖的主动权也是我做决定的。当然了，这股份是你买的，你说了算。黄董，长青集团的二公子沈泽凯约见您。闪上给打得漂亮了。哎呀，沈少啊，第一次见面，我是方焕投资的黄宏伟啊，久仰长青二公子的大名。你好。王哥，我怎么感觉他有点看不起我呢？
咱们这个方焕呐，在大夏也算是顶尖的私募，但是在国际金融的这个汪洋大海中，我们也只是一叶轻舟而已。长青集团何其庞大呀！他们的资本纵横四海，什么金融投资啊，什么金融大鳄，大家都见过的。他们瞧不起的小虾米手里面有至关重要的股份，怪不得这个沈泽楷这么看不起我是。这次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老鼠吃象。我是黄峰文啊，咱们就废话少说吧。我呢，希望你们方焕投资前段时间收购的一只股票。是这样，这只股票呢，是我旁边这位兄弟啊他买的。那这只股票的价格你们谈就好了啊。就是你趁人之危收购了景丰控股旗下公司那17%的股份，给个价吧。你小子谁呀？你敢无视我？你好，你是在跟我示威吗？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就这样，我喜欢惜字如金。金融市场上卖出过的最高溢价是50%，而我给你们的价格是60%。到底什么意思？60%可是整整12亿！黄峰门，你们两个别不知好歹，小小方焕投资，不想拿捏我长青姐，给你脸了是吧？沈那个什么凯，你注意点你语气，是你来找我们做事，你要是不想做，那就滚蛋。80%、16%，到底想要多少？多少？100亿！100亿！你他妈疯了吧！黄峰门，我从港城千里迢迢过来见你，就找这么个人过来消遣我。这就是我们方焕投资开的价格，你如果不满意，那就没必要拍下去了。你苏浩，你他妈脑子有病吧？你真当你家是开着印钞厂的？你也不怕威尔风大闪了你的舌头？我很正常，没有病。苏浩，这3、2、1。我的股份目前并不占，所以我没问题。100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100亿，我沈泽楷认栽。不过我一时间手上确实凑不到这么多钱，所以就只剩下一个房子。那沈少的意思，向我方焕投资借钱了？没错，我要跟你们签对赌协议。对赌协议？我沈泽楷向你们方焕投资借股或抵押100亿，如果我能在赢得选任会后成功还款，那我要你们立即对半。要是你输了，或者你们长青集团的负债率突破底线，那你们的抵押就是我的。好，答应你。那你们要什么抵押？股份、子公司还是不动产？我要的抵押就是你们即将见证的长青天喜。少爷，您真的答应方焕投资用咱们的长青天喜来抵押？那可是市值500亿的房产呀！苏浩那个混蛋，居然敢趁人之危！不过他到底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废物。只要我赢得选任会，咱们在法国的酒店成功开业，我就能回笼资金。到时候，我不仅能一举拿下长青集团，还能赢得对赌协议。不愧是少爷，跟方焕那群土包子比，您简直胜天半子啊！当你提出用长青天喜做抵押物的时候，我感觉这笔生意啊就要黄了。黄哥，就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来拒绝咱们的任何条件。你小子，真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坏物！
只是你为什么要用长青天喜这支房地产呢，而不是用其他价值更高的？方哥，我说是直觉，您信吗？我可不敢不信呐！10天后就是长青集团的选任会，到时候这一切都能揭晓了。来，咱哥俩干一杯！来，苏总，这是你之前跟我要的欧洲市场调研报告。叙利亚爆发内战，法国参与其中，引发诸多争议。不过最近这个国际局势确实不太平。这法国是参加了叙利亚的内战吗？就连沙特也向极端组织宣战了。这什么情况？这可是国防军工啊！难道要爆发战争了？欢迎大家来到长青集团的选任会。经过我们多方面调查，下面宣布结果。宣判结果是，长青集团大公子沈泽瑞领先4%，将成为长青集团唯一法定继承人。弟弟，你输了，整个长青集团都是我的，是我的。黄董事长。还在垂死挣扎，没有用，大局定了。沪城的方焕投资将手中锦丰控股旗下的17%股份售卖给二公子，折合到长青集团股份正好是5%。不可能，这不可能！那个人就是我二派来的托，这5%的股份一定是假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啊！哥，输了。我宣布，长青集团的二公子沈哲凯领先1%，将成为长青集团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沈二公子，既然赢下了选任会，那就履行我们的对赌协议吧。如果在没有赢下选任会，成功支付100亿，那么长青集团的长青天使将移交给我们方焕投资。你一个小小的方焕投资，凭什么跟我长青集团对齐？你要毁约？毁约？你凭什么觉得你赢了对赌协议？崔叔，你该不会真以为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能从我长青集团占到便宜？这是我们长青集团在法国巴黎耗资100亿建设了一片庞大奢华的度假酒店，今天就是酒店的开业日，而且我还能得到一大笔回笼金，足以支付我的欠款。我还是真的要谢谢你们，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危机啊！疯子，全都是疯子！巴黎遭到了恐怖袭击。什么？是什么？巴黎百姓伤亡惨重，法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边界已经全面封锁，所有的进入港航班已经全部返航后备降。酒店呢？咱们巴黎的酒店呢？今天咱们要开业呀！董事长，酒店恐怕凶多吉少，这边境一封锁，别说客人了，就连咱们自己人都出不来了。咱们的酒店铁定黄了呀！资金链呢？咱们集团的资金链怎么样了？我们原本用来救命的回款彻底断了，现在咱们根本支付不起这100亿了呀！长青集团精心筹备了这么久，寄予厚望的欧洲旅游业扩张计划，怎么还没成功就功亏一篑呢？投入的一切全都血本无归啊！这也是在你的预料之中吧？按照对赌协议，你们长青集团负债率突破底线，现在长青天喜归我们方焕资产所有。500亿的长青天喜就被你这个废物捡了便宜！我不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有多看不起我，多看不起我们方焕投资的母。你什么意思？别以为你自己是港城老大，在沪城，在我们方焕投资的地盘上就可以为所欲为。记住，我叫苏浩。少爷，你们长青集团沈二公子
在10天前跟我签下了对赌协议。他在赢下了选任会后，并不能偿还我们100亿的债，所以现在长兴集团旗下的房地产都是方焕集团所有。surprise 了！不是，你们这是搞什么呀？今天啊是苏董您的生日啊！不是你们，不对，慧玲姐，叫什么？苏董，这是什么意思啊？苏董，您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为方焕创造了500亿的营收，500亿！苏董，董事会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专门为你成立了一家私募公司，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你。我是董事长。哎，正好这一次的运营资金是1000个亿。所以说啊，你以后的对手就不再是那些菜鸟了，而是像巴菲特一样的股市传奇。我要去征战美丽国华尔街了！